坡的小印度区，在小贩中心绕一圈，煎饼是他们最热门的早餐。面团现揉现煎，上铁板前还要来颗蛋，因为一天要摄取的营养就从它开始。永续经营，还有因消费者的需求，在农场里面就有3间像是这样子的乌龙式的鸡舍，可以看到这里非常的壮观，所有的鸡都可以在这个大空间里面自由的活动，它们能走、能跑、能飞，代表它们的活动力很大，所产出来的蛋品质也会比较好。这也是全新加坡唯一一间用乌龙式饲养的鸡舍。土地是一个考量，另外一个考量是禽流感，对。因为如果你放它在外面，它就会接触到一些野生的鸟类啊什么的。然后因为新加坡是热带嘛，就有很多那些野鸟会从冬天的时候就会从俄罗斯啊、中国啊困冬那样子。对，所以这边就会特别多这些禽流感的。对，禽流感。对，所以我们新加坡一向来都不让鸡只去户外。在新加坡的乌龙式，因为风险控管，只能做到室内放养。加上新加坡土地面积700多平方公里，只有台北市的2.6倍大。原本还有25%的土地是农业用地，但新加坡独立后主要发展高价值经济，使得农地面积慢慢被取代，剩1%，超过90%的粮食都得靠进口。现在情形不一样了，就是这几年我们看到呢，就是有全球暖化了。还有那个冠状病毒的那个传播了，都影响到食物粮食供应链的这个稳定性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推出这个30x30计划呢，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呢，本土的农业还有渔业的产量呢，不是产量而已，而是说它生产的这个数量呢，可以满足30%的营养的需求。新加坡的粮食安全政策计划将自给率从10%提升到30%，种植不重量，针对蔬菜和蛋白质高营养的农业生产。但天然资源的限缩让企业不得不挑战转型。那我们这里的面积呢有20公顷，然后总共有30多间的这个鸡舍，然后每间鸡舍都备有自己的饲料桶。周氏农场的园区从旧厂升级变成一座科技式农舍，最显眼的是好几座白色铁桶，全用来装鸡饲料，再透过管线定时定量运送。这里乌龙式的设备呢，有自动的收粪便、收鸡蛋，跟自动的分配饲料和水。那么在这个橘色的布帘后面呢，就是鸡只们专门下蛋的地方。有密集恐惧症的人，恐怕连踏进一步都不想。乌龙饲养虽然画面很冲击，却是周氏农场的最大亮点。我们现在还是在筹备着，这个比较大条的输送带，可以把整间鸡舍的蛋都收集在一起。所以以后是完全就是等于说输送带这一部分就不用人力了。对，以后所有的蛋就会自动的输送到那个集中站里面。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当会是第一个触碰到每一颗蛋的人。这个部位呢是每粒经过的蛋呢，都会由这台机器照一张相，然后经过一个 AI 的软件，然后分辨这每一粒的鸡蛋，看有没有什么瑕疵啊，或是有什么斑点、肮脏的地方，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。包装厂机台占了大半空间。
整个运作流程只剩末端的商品筛选，还需要员工站岗。机械化和传统式人工相比，节省20%的时间，更大幅提高产量。从原本旧厂一天出50万颗蛋，到目前已经破100万颗。本地的农产品来说的话，就大概占了市场的一半。然后我们呢，以现在的规模，就也是接近了这个市场的1/4了。就在去年，台湾就遇到了一个蛋荒嘛，就这里我们就有办法怎么样可以帮助的话，就尽量帮忙一下，就有出口了一部分的这个产量到台湾去。很难想象，食品几乎靠进口的新加坡，农业科技的突破速度之快，甚至在台湾缺蛋之际，还能出口60万颗的生鲜鸡蛋，互助贸易。我们也同时也是发展和周边国家的一些合作了，好像通过技术转让了，还有共同开发一些高科技的都市农业了，这样这让周围国家受益，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从这个完全是用买卖的粮食的一个形式了。新加坡目前已经有26%的自产鸡蛋，在粮食计划中的一环几近达标。新创的进步让新加坡力拼自给自足的农业多了些自由调控的空间。